好来，欢迎收看今天礼拜天的日本道明。嘿，我是双主 Ark 啊，今天要做一些新的开箱，好久没有开箱这个游戏机了，所以花了一番功夫以后，终于搞到了这一台哈、就是泰德的这个 E-Grade 2 Mini。嘿，那这一台游戏机的话，其实在日本的话，其实有各大不同的机台哦。那主要应该会有3种，一种是 Neo Geo 的，然后再是之前的 Astro City Sega 的，还有这次要介绍的是泰德的这款这个E-Grade 2的 Mini 哈。那各家厂商都有出他们比较著名的这个游戏机的框体哦，大型机台。那本身阿克其实也对这种框体还是蛮有兴趣哦，只是把它做成了 mini 版以后，收藏起来质感又更好。那整体的主机来讲的话，它其实有做很多的配套，不过其他配套加一加加起来买可能都要破万的。光在主机目前因为没有这个代理版的，所以大部分都是平行输入屏的，所以价码都会偏高，然后可能在这个拍卖上面看的价码，可能就是5000多块到4000多、4900或者5000到5000，接近6000的价码都有。就是今天也特别开箱跟大家来介绍这台机子。OK，好，我们就来简单的开箱好了。我这边不做太复杂的开箱。那看一下这个封面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主机本体的样子了哦。那这款游戏的呃机台的特色是它可以把这个画面去做旋转哦。我是看到它这一点的特色以后，我觉得干这个好炫啊。对，然后另外就是它有可以插附属的这个 SD 的专门游戏卡，不过我看它现在后面扩充目前都是那种打砖块类型的游戏，而且还要附一些配备哈。对，那其他配备的话，其实有蛮多的周边需要买，像大摇杆啊，还有那种专门玩打砖块的那种摇杆啊，还有这个一般的手把之类的。那其实它里面配的内容物其实非常丰富啊，只是说配加一加实在太贵，而且不太容易搞得到，算了，我就直接搞机子就好了。OK，好，那旁边这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里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对应的摇杆哦，像这个是专门有一个滑鼠滚轮跟一个旋转的钮，那这个钮原则上就是拿来可以做可以做那种玩打砖块的那种方式的游戏哦，这个应该也用滑鼠滚轮玩。然后再来就是它推出了大摇跟手把哦，它当然有卖整套的。那主要是这一款游戏它这款手把的话还有附一款类似打砖块最佳的游戏，可以插在它的这个扩充槽里头哦，所以这也是嗯不知道这个之后再说吧，因为我对这种太过古老的游戏玩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感觉。对，但是收藏的话应该是还蛮有价值的感觉的哈。OK，然后后面这边就是介绍它主机的基本框体和本体，那有提到这个是可以做旋转的哈，画面可以变直的跟横的，对，然后再来就是后面可接的端子有一排，也可以接 HDMI 跟外接另外的手把，OK，好，这个是蛮酷的。好，那侧边这边就是对应它的其他的游戏的一些 title，看起来是40几款，不过看起来玩起来会比较有趣的，可能款数不多，因为有一些真的是比较怀旧的那种很老的游戏哈。不过我还是一一的，到时候等一下会这个开箱之后来大家看好了。OK，好，你就来开箱啦。好，刚一打开它是长这样子。都，这是送我的贴纸是不是？下，好，这个是说明书哦，那里面还加了一些贴纸，我记得它这边还有个挡板的哈，对，那是贴纸的部分，还蛮酷的哈。好，然后再来应该是 HDMI 的线吧，这个应该是 Type C 的连接线电源哦。我自己有连线的 Type C 的电源线，所以应该等一下不需要用到。
就先拿出来。很基本的 HDMI，这个也用不到啊。对，哦，这个应该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介绍挡板吧？是不是？对，就是放在有那个主机上面挂的那个游戏的那个内容。不过等一下直播应该不会用到啊。这看起来容易脏掉。OK， 打开里面应该是本体了吧？看一下。哦，果然。好，主机本体，把它拿出来。OK， 好，实际的主机本体出来了，就是长这样。说这种感觉不好收，我不敢买。这个真的不好收啊，因为它的尺寸真的是现在仔细看很大呢。对，所以里面附的东西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这几个线。哦，这个说明书哦，还有2种线跟一个背板。好，就先放着。小平，你大概看我说就可以了，对。那我这边大概比较一下，有不同的机台的 size， 可以给你看一下，就是这个对吧？对。好，这个是我们今天介绍的机子，然后这一台是 Sega 的那一台，看 Sega 那一台比起来就差很多，小很多嘞，哦，吓死人，比例差这么多。然后再来是，看摆不下，你的牛9也来一下，好牛9，大中小，屏幕都很小。对，但是它可以接 HDMI， 我是觉得 OK 了，对。只是这整个系列来讲的话，你看由大至小，这一台 Neo 9是之前最小的。之前我已经觉得这个尺寸还算 OK 了，但是它里面其实的画质，不管是这3台，我觉得画质都做得算还不错。对，然后 Sega 这一台的话，这个 Astro Mini 的话，其实它的摇杆做得比较硬一点，我觉得。对，里面做摇杆又做最好。这个 Astro 7其实也不错，这个很像3核的感觉。对，这个开关的那个按钮其实是不错。对，然后按键方式也算还 OK。对，这个家里摆3台，这样放在家里，朋友一来就很气派，有没有？气派个屁！好，就是这几台。那我们等一下就是看一下这一台，大概应该有到25到28公分哦，那么高，这个真的蛮大台的。但是相对的画面也比较大，也比较爽。要买大台的才气派。对，这个也是我家里还有更大台的，对不对？虽然不是那种官方制品的，另外一种的，对。这个有机会再介绍，对。然后它这个有比较特别的地方，这个2台就先给它退场了。这个比较一下，其实它 size 其实是差蛮多的。好，主机来讲的话，它其实 size 其实算还蛮大的了，然后按钮这边也都还 OK。然后刚刚有讲比较特别的是，我没记错应该是按下去吧？是不是？哦，对，按下去之后，它其实画面会打开，然后你可以顺势旋转以后，就变成直视的画面，再按回去。OK， 这样就可以打射击游戏。看这一台这个设计真的超屌的，对。对，然后这边应该是2边 speaker 跟这个闪灯吧，然后按钮的话是走6键跟摇杆，这个还蛮酷的。然后里面侧面是大概这样，侧面 ，OK。好，背后的话应该有电源跟耳机线，还有 HDMI 的输入跟2只手把的插入的这个 USB 口，跟电源开关。那这边不能打开它基本上还是要吃电的是 USB 的电就可以动，所以充电电池应该也可以。好这个就刚刚我们讲到，可以另外再插卡位置 SD 卡，可是那个是专门的游戏卡。
那官方说之后会陆续会发一些相对应的游戏，就看之后后续的状况如何。OK，然后比较特别是这边呢、对我大概有看过官网，他说这边可以切换我可以按嘞，可以切换8轴跟4轴，现在是8轴，所以是这样转嘛。那如果要4轴的话是转过来的。对，它就会变成只有4方向而已，上下左右，它就会 K 住这样。可能专门用那种老游戏的话，比较适合用4方向的游戏跑。对，那后面的一些游戏可能都是要8方向。对 ，OK， 好，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就来，哇塞，这好炫啊！来试试看，把它接上 HDMI。看它画面上里面有几只游戏啊，不过它接了 HDMI 以后，主机画面就会变白屏，就没有了，它画面就不演示了这样。对，所以就只好看这个输出的 HDMI 的画面。OK， 嘟嘟嘟嘟 ，biu biu biu， 我丢屁！哦，天哪，这个应该就是我叔叔那个年代很红的这。记得《太空保卫战》在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国小，可能1年级或者是幼稚园。对，这是1980几年出的东西。哦，这可以控制。哦，要让它降落，50分。真的。看，为什么会飞上去啊？看这超难，保卫不了地球。我还可以这样撑住，按的都没有用。哦，有，啊，对，接梯子。原来是选择梯子啊！看这个我最不在行的，这小屁你 OK 的，我知道。摔死，看没有。说好脆弱。啊，摔死了！哦，上面有那个钱袋，然后把它 Q 起来，Q 起来，然后把它摆回去，就是仓库翻的一个概念嘛。偷多一点。我干！是我的错觉吗？为什么拿了钱以后走路变慢了？干 ！Get it！Q 对，是哟。这斜升下来。哦，这个我不行，这个声音听起来我头好痛。好，这个我可能，嘿，哦，然后呢？哦，跳到海里了，干第2关，哦，可以杀鱼耶！哇，哦，居然还有这种关卡设计，好屌哦！我操！碎了！你看有横卷轴攻击耶，可以杀鱼啊！看，但是他小刀真的太短了。我看到有人了，看有人为什么会那边丢可怕的武器？这是土著对不对？是。看有土人开的羊皮筏，干！哦，可以打掉他！看，他妈的在摇摆，在摇摆啊！哦，这只不错玩。哦，加速了！血特嘞，这边不能蹲下了，点推别当鼓嘞，超尴尬。有机会了。我要走人了。OK。好，这个游戏就可以这样了，结束了。干，
他妈的，还要重来哦！好，放弃，回不去了，炸死你！啊，我掉到我自己了。啊，看，掉到我自己了。无言。哎！看这个一读的读就再读就变成怪物。哦，它可以转向了。对，加3D。它可以转方向。可是转都是同一个按钮。靠北啊！啊，那个方向一转以后，就反而不知道怎么操控了。好，我放弃了。哎呦，好残忍哦！要把它猪射成蛋糕以后，再把它打爆，超猎奇。啊，魔法师是怎样？死掉以后变泡泡龙了。对。Go go go！ 全部做去当猪肉。哦，魔王来了！看你，那么他妈的！你他妈的！看！我干你好厉害哦！这根本无敌吧？有看到蝴蝶丝好像可以干嘛？是不是？蝴蝶干，哦，跳太远了。蝴蝶我来了，吃不到，哦，干掉了。看他妈为什么？但是，好吧，可能还是没有办法那么的满足。我整个玩起来的 gameplay 玩法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射击游戏已经。要看，我爆炸也做得比较漂亮一点。其实飞机的话，我刚才有做侧闪跟左射闪，飞机还是有。对，这次真的是刚刚那个公主是，我觉得好像是泡泡龙的前身。这个系统就比较完整了，你把它关在泡泡，然后让它移动，再推动以后，然后它就会死掉。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蛮厉害的，想到泡泡龙玩法的人也是一个神人。你看这是个E3呢，他们有参加E3展示。游戏画面关卡里面会塞纸啊，干死了！魔王看起来像魔关，豆头。豆头，子弹不能拍掉。ちょっと危ないね。OK， 我这边变狐神了。处理，看为什么从国会飞到？这是在东京哦，东京帝国射击飞机游戏，游戏设计飞机设计游戏跳的。怎么用日本的？194X，不是194X是卡普空的，类似。可是它世界观设定在东京的，厉害。那干竟然直接把子母机就射出去了耶！天哪，好残忍啊！也可以向下插哎！哇，找到秘密通道，可是它只能侧砍的，怎么办？而且跳那么低。哦，捡到了！哇！
好厉害啊！阿诺加油！啊干！疯狂的戳我是这样。对吧？感觉救吉普其实还是不容易耶。对吧。我一直觉得救吉普的飞机蓝色是很蓝的，结果没有了，还是银色的。那双台是一台蓝一台红啊，我记得。干，东西，东西。国建比你。哦，这个前面的铺陈做得很炫呢。可是我刚看游戏画面不是这样啊。对，游戏画面为什么是这样？我好失望啊！对啊，而且不能射飞弹，什么都不行。看所有的预算都花在上面了，花在刚刚的那个过场那个车子上面，这样对吗？怪怪的。哦，对啊，手把拔掉就可以了。有点靠背。哟西，看，就发现摇杆很好操纵。红岛好像摇杆比较好控制。哇塞，好 ，get over， 我的 fuck。纽西兰故事有移植在，应该是 Mega Drive 跟 PC Engine 吧。PC Engine 那时候很多移植大型电玩的，就够注意。应该有那个水豚大作战也是，应该有。我刚刚看到好像有，就是丢水球的。对，水球应该这个是纽西兰故事，应该是先出才有这样里头这样，所以大概有1/3都是那个，就是阿克叔叔那个年代，就是我的叔叔或者我大哥那个时候比较夯的，我大哥跟我差8岁，对。所以那时候我看他打，就是打那个刚我们一开始玩的那种单色的游戏，那时候也是下叫，好不好？这个宇宙达人已经是在后期了，我干，那弹幕时代要那么快，这个一定有它的逻辑存在。5000主要是这个东西，应该是萤幕开发的成本比较贵，我觉得。它的萤幕是可以转向的。游戏内容越繁中，反而会觉得是盗版。啊，对，没错，有点像盗版的感觉。对，没有美女的天蚕变。的确，没有美女是粪 game。同意。没错，我们这个年纪的老人，就是为了要被骗这个钱。而生的，没有？我靠！啊靠背，好残忍啊！天蚕变，不要过来！哇嚓！这游戏拐扁受超不利的。乖口你死！特权，碎了，这啪啪啪啪，耶！在中文城，干硬飞，硬插，就给插进来了。这靠新牌机就有过关了，看起来是不错的设计哦。应该是魔王的。哦，我干他妈史莱姆！哦，看我的台币！这如果是一个 RPG 游戏，应该是会有台币接到破台的可行性的。嘿，快走！游戏，看没什么宝物，哦，魔王哎，通关。大笨兔，
器，极器攻击，完了完了，看他嘴巴还要打开才会攻击要用。超赛超赛 ，OK， 呀呼！好啦，有40款的话，你先排第一款游戏125。勉强接受。啊干！对啊，而且又是官方认证的正版产品。哎呀，shit！ 呀！看还有妹子，残忍。我打狮子眼，动保团体会骂人的。可以。我去，再来，呀哈 ，nice， go， 哦，够拉那么长，好嗨哦！哦，不要，危险，看危险，看裁判旋转了。裁判昏倒了，居然有做裁判昏倒的设计，太厉害了！啊，看踢出界了，看那边殴打裁判的，射门，出邪特，挡住。啊，时间到 ，OK， 哎，干还不错玩哎，有赢1分就觉得风格跟场景的色调看起来就是脏脏毛毛的，对，但是其实晚点的话，觉得还算 OK 啊，跟忍者龟很像的，也就是觉得它画面脏脏毛毛的，风格的问题。长得很像芝麻街的怪人。Impo， 哎，这只蛮精细的，天哪！不过为什么它设计的东西这个风格都是有点脏脏的？这个是，对啊，果然还是要看人的，因为它精细度做的是蛮够的，所以他喜欢用比较粗犷的设计去做，那已经很像越南大战了，但不是。靠北。哎shit！哦，很快打的感觉。还没选定主角，你就给我直接选。怎么用啊？轻中重，干！啊都
看，干太残忍了吧！干，我们要怎么用三大拉库？哦，这只是凯尔啊。哇塞，好猛！哦呀，哦呀，哦呀！来了，枪击鱼吗？白鲳鱼。哦shit！就是整个的色调跟那个变化看起来比较丰富一点。对，泡泡龙，新的泡泡龙。可是我觉得跟那个 Switch 它前阵子发那个移植版的泡泡龙的风格比较接近。还有人一开始我一直以为之前看泡泡龙不是只有2只，另外2只是硬做出来。原来在街机版以前这个是有出现过，我还不知道。真有趣，它的可以有角色可以选择。然后直升机飞得很快，那就不用搭绳索了，直接进来就对了。变超酷的。看新的武器。但它后来这个模式也变成了一个经典的玩法，就是消泡泡。干，然后我被敌人干围呢，它是对战的，对战泡泡龙。看，乱射一通。GG 了。哦，踢掉它，哟吼！这只不错。哇，这应该是对2D 版的泡泡龙最后一代了，是不是？这看起来很酷。这是泡泡龙 Memories。后面的背景是写实的，超怪的，这是青蛙，有看到？晕了。No done. So you can. So you can. 神龙拳就神龙拳，整段结果顿死。那你过来。这个的话呢，主机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功能好了。刚刚如果有比较晚进来的朋友其实它这个游戏的特色是它的画面是可以被旋转的，对。所以就是要玩直视跟横视来讲的话，其实是很适合的。这个主机的样式是很不错的然后比较起来的大小的话，其实跟Sega 的原来这一台比例是不太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
对，它明显的大很多，这个变小号了，两只比起来的话，尺寸是不太一样，对啊，就供大家去做参考了。然后原则上，如果在玩的时候的画面来讲的话，把那个画面切掉，它会变成用这个好了。对，就是直接走到这个画面来，一样是可以玩。对，那主要是比如说你要玩比较纵向的那种游戏的时候，像这个 Rail Force 有没有？然后你把它转过来，它屌的是屌在这里，嘿，就变成用直视的画面去玩，这样看应该会比较清楚一点，对不对？就是它的差异性啊，对。所以，这种有兴趣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可以入手来看看。但是它的价码其实就是真的是偏高了些，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人的，对。操纵性其实都还不错，对。真是高科技。对我觉得它贵应该是贵在这个可以转的这个设计，对啊，因为画面来讲的话，它的这个画面来讲也是用一个镜片跟。泰德这家公司还在啊，它这大概是做大型电玩的机台比较多啦，对啊，这种夹娃娃机是最多，然后前期早期是出的这种游戏也是蛮多街机风格的这种游戏在里头，对。对啊，因为我直接用镜头这样拍的话是比较没有办法拍出它那个质感，但是其实做得还不错的，对啊，又以整体来讲的话。把它切回游戏画面，其实就还蛮酷的。OK，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好了哈，直播了3个钟头左右，对。好，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台机子哦，这个泰德的 E-Grade 2 Mini， 对。然后呢，我记得在7月份的时候，到时候那个 Sega 还会再出另外一台有关于那个射击游戏的主机啊，应该说也是这个的样板，然后它是全部做射击，然后可能为了我猜应该就是要跟这一台车平吧，所以他们又另外开了一个模组，然后画面就会变成是直视的，你就把这个画面当成是转过来这样，对，然后等于是我可能又要再买一台这样，专门是否射击的。所以如果到时候假设有推出的话，我可能会考虑搞个一台来玩玩看，对。那到时候如果有搞到的话，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来直播好了，对啊。OK， 好，那以上就是所有家机的介绍。我今天要介绍什么？超多种游戏机，后面那一台才是重点，好不好？看。好，那我们直播就到这边好了。我自己个人的分享就是泰德以及E-Grade 4的那个这台机子的话，有蛮多的游戏是数量算蛮多的，应该有到40款，我记得。对，那比较经典的一些游戏，可能有一些是没有被移植的，然后它都带有做到这里就来，我是觉得还不错。那再加上这个画面基本上是可以做旋转的设计，这一点我觉得加分不少了，就是它的特色跟其他主机不太一样。对，因为你像 Sega 现在就尴尬了，就是你没有办法转画面的话，那就是要再买一台，对不对？不过这样也很贱了，对，你就买2台就好了，2台不是就可以吗？那这一台就1台就搞定了，对不对？对啊，而且它还有做后续扩充的这个功能，就是后面这边也可以插那个 SD 卡，所以我还蛮期待它这边未来如果还有什么新卡带的话，买过来扩充也是不错的，对，扩充性也算 OK， 对，大概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好，那后续如果有新的一些主机跟游戏介绍的话，我再跟大家做分享哦。那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直播见，拜拜，我是开山妈，拜拜。